我们一个人会打呼，打呼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他的舌头堵住了他的喉咙，导致了他就会产生了打呼的声音。那根据调查，国内将近有70%左右的成年人都有打呼的现象。那这间中里面有30%左右还是会有呼吸中止症候群。那大部分80%的左右都不知道自己有打呼的现象。所以打呼的病人他本身被发现，并不是他本身发现，而是他家里的人、身边的人发现他打呼，所以当事人是没有发现的。但是如果当事人隔天早上常常打瞌睡，常常睡眠不足、疲惫、精神不集中，常常灯一关就睡着了，可是昨天晚上明明已睡足了8个小时，像这种的人又听到打呼的声音，其实就要叫他去做睡眠检查，看他打呼的严重程度如何，针对这个不同程度给予不同的药物、不同的建议、不同的手术、不同的一些氧气的治疗方式。那身边的人要怎么办？那大部分的身边人的话，大概就是发现到另外一半有打呼，其实就好好商量说什么时候去做睡眠的检查。因为如果打呼的病人合并的睡眠中止症候群，不管他是心血管疾病、脑血管疾病，都是比一般人高了好几倍以上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未来得到慢性疾病、中风、心血管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发生的危险，都比一般人还更高，至少2倍到3倍以上。那旁边大部分如果是在这个过渡期间，可以耳塞是一个很好一种方式。另外一个可以稍微叫他侧躺，或者是枕头垫高。当然，如果是真的吵到你睡不着觉，你本身也会影响隔天的上班情况。这时候夫妻之间应该好好坐下来，好好规划什么时候去做检查。睡眠打呼这种事情其实都可以治疗的，但是大部分的80%的以上的人都忽略掉了这些治疗的可治性。